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竹子的画法呀。正好我这边养了一些竹子，那么我们在画竹子的时候呢，还是要先了解竹子的一些形态一些基本的结构特点。那么它其实竹子难画好，但是呢，其实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它主要是由这个竹叶组成以及这个连接竹叶的这些小竹枝小竹枝上呢，它是长在什么地方呢？小竹枝它是长在这个竹杆上的，对吧？长在竹节上的。竹杆的话呢，它是一节一节的，然后每一节和每一节连接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小竹节这个地方就是小竹节。那么它主要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竹杆、竹枝以及竹叶组成。那么我们在练的时候呢，仅仅需要分开去练就行，分开去练竹杆，分开去练竹枝，分开去练竹叶。那么再进行组合变化就可以了。那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就是说竹子它是有很强烈的规律性的。那先从竹枝先从这个竹杆开始画先从竹杆开始讲。竹杆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根竹杆大概就这么长很长的一根竹杆它的这么一节儿，对吧？比较长。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存在变化的这边竹节是比较胖一点的，两头比较粗一点，中间比较细一点，对吧？两头粗一点，中间细一点，这是它的竹杆的一些规律性。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两边用笔粗，中间呢用笔细，这是竹杆的一些形态特点。画每一个小竹节都要把它抓准。那么它的一些竹节，我们看一下，竹节地方是长竹枝的。竹节地方是要长竹枝的。那竹节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长竹枝的呀？一个竹节上，对吧？这边一个竹节上面长了两个竹枝。那么这两个竹枝，我们来看一下，两个竹枝都是在同一侧生长的两个竹枝它是在同一侧生长的。然后再往下面走，我们来看一下下边的竹枝。下边竹枝是怎么长的呀？下边竹枝也是同一个方向，但是它们是不一样的。上面竹枝朝后面方向去长，下面这个竹节的竹枝呢朝前面去长。那么从侧面去观察它，就是上面这个竹枝两个竹枝全部都是朝左，下面这两个竹枝呢全部都是朝右，对吧？全部都是朝右。好，那么我们知道它的一些规律性了。一个竹节上长两个竹枝，那么这两个竹枝呢都生长在同一个角度都生长在同一侧。那么下边一个竹枝下面一个竹节呢，生长的位置、生长的角度正好呢和上面这个是对称的是对称的。好，了解其特点规律之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讲如何去练习它。那这个呢，是我折了一根竹杆。那么竹杆的话，其实不管是粗竹杆还是细竹杆，粗竹子还是细竹子，那它都是存在一定的规律的，就是左右上下两头呢其实是稍微的粗一点的这个竹节这个地方中间这个地方呢是细一点的，到了这儿又粗一点，它都是有这样规律的。我们应该呢练竹子的时候，不要一上手直接画成幅的，而是说呢先分开练习这些局部那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怎么去练练的时候呢，运用咱提按的这种用笔方法。练习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用纯水墨去练就行不要画那个绿色带颜色的咱直接用墨色去练。练的过程中呢，可以用比方点墨成金或者是呢雄狼尖毫都可以就是尖毫或者是狼毫都行，最好呢不要选择那个羊毫，羊毫太软不容易画出力量感。好，我们就开始调墨色注意画竹子的时候呢，调的墨色也是一样的。我们笔尖上调浓墨，笔肚上呢保持一定的水分，让它笔尖和笔肚它是有一定的过渡效果的它不是一样的颜色是吗？咱让它稍微的有点过渡的变化，当然过渡也不要太大，适中就行。那么我们练竹子的时候怎么练竹杆嘛，两头粗中间细，抓准它这个规律，抓准它这个结构。看练的时候呢，咱尽量用中锋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看这就是一个竹节。注意画的时候是有感觉在画的，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呢再按下去，看
当然，我为了给大家看得清楚啊，我就没有用这个中锋。看，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它是有一个小小的回风动作啊，小小的挑风动作。这个地方按的时候呢，咱不是直接按的，而是说呢，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尖的存在，是吗？按的时候啊，这毛笔啊，往右边这样轻轻的一压。啊，直接压下去，看按下去就是压下去，直接呢提起来，再挑出去，这是一个小竹简啊。我们分开去练，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呢挑出去，对吧？一个小竹简是这样组成的。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先把每一个小竹简练好，每一个小竹简都能练好之后，把它连接在一起，就形成了一根竹竿。粗竹竿啊和细竹竿都是一样的。哎，我们调墨就是可以裁一张纸啊，比方说35×35的啊，你像我们用的这个，也可以呢裁一长条，我们就这一张纸不干别的，就专门的练竹竿啊。练的时候呢，看就不断的去练呗啊，把这张纸我们练完它。练的时候看也是一样，按下去，提起来，对吧？包括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按提拉近看一下。就是不断的在重复这样的用笔变化就行。看这个地方，我们练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按下去提起来，这是一个小竹节，按下去提起来，一个小竹节，按下去提起来，哎，一个小竹节，不断的反复的这样去练，两头稍微粗一点，中间呢稍微细一点，哎，不断的这样去练。那么把每个竹竿都能练好了之后，我们再去进行练下一项啊，这是竹竿的练习方法。大家呢可以在练的过程中啊，可以用笔有时候稍粗一点，看，用笔的话呢可以稍粗一点，按的力度就大一点嘛。同样是一根毛笔，看按下去力度大，它就粗，是吧？它就粗竹竿嘛。然后呢，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画成什么样的细竹竿？细竹竿呢就是提起笔来，用笔尖去画，画出来就是细竹竿。看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是吧？它就是细竹竿。所以说呢，粗细竹竿呢，我们都要练，不管是粗的还是细的，记住这个规律，通过提按的用笔，把控住它的一个粗细变化就可以了啊，这是它唯一的一个特点。那么练好这个竹节之后，练好每段竹子，我们都能练好了之后，接下来呢还要注意一个问题，还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竹节这一根竹竿上，它其实呢是有规律性的，不是说每个竹节都一样长，而是说呢它的一个规律性是这样的。这个是如果说是竹子的根部，那么它根部呢竹节每一小节是非常短的，越往上涨，它的竹节会越来越长啊，中间达到最长的一个，再往尖上去是越来越细，也越来越短。一根竹竿它是这样的一个生长规律。由短慢慢的变长，变长之后又慢慢的变短，越来越细，是这样的一个分布规律。但是我们在画画的时候通常呢只是取的其中一部分，取的这一段，对吧？或者是呢有时候也会取这一段。所以说我们看我们想要表现的是哪段部分。如果说是表现的下一段是越来越长的往上面长打个比方说，举个例子，画的是最下面的粗竹竿按提是吗？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长这是表现的什么呀？竹子的根部长上去的。如果说我们想要表现中间这段也是我们最常表现的一段。那中间部分怎么表现呢？看，来画一画中间部分。中间部分的呢，我们一般就是长度适中，长度呢不要太短，也不要太长。然后画的时候呢，你像35的这样一个尺寸不算很大，那么我们画的时候呢，就直接长一点的，长一点的，一般呢画上这么2、3段竹竿就够了，或者是再长一点的3、4段竹竿就够了包括你加到70公分，你不要画出10来节竹竿，那就太生硬了画的时候呢，一般我们画上这么一幅作品当中画上3、4节、4、5节5、6节就够多了，不要再画再多。这是中间的竹竿我们都是可以进行分开练习练的时候注意刻意的去避免开什么呢？避免开对节的存在。
什么叫对节？就是说竹节和竹节啊，不要画的平行了。你看这样画出来之后，是不是存在变化呀？哎，一个竹竿长这样的，一个竹竿长这样的，那么不要把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画平了啊。什么样的算画平了呢？我来画一下。看，单看一根竹子没问题啊。如果说两根在一起的话，看我这儿又画了一个，跟那个什么呀平行了是吗？竹节都是在一条水平线上平行了，这样的错误呢就要避免开。这种就是对节的出现了啊。两杆竹子，对吧？你画的再好看，如果说你画的平行了，画的节也是平行了，显得就呆板了，显得就不生动了，一眼就是给人看透了是吗？这是画的啥？这是画的这个公路嘛是吗？不太像那么回事了。你看这个画出来之后，给人感觉更多的变化性啊，有高有低，哎，错落有致，就显得非常漂亮，对吧？避免这种错误出现啊，这是对节的错误啊。我们练的时候虽然是在练局部，但是呢，也要提前避免开这种啊，这个是在练我们的一个肌肉记忆。练的时候你避免了这个错误，那么画成幅作品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避免掉，就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上面的，画上面部分啊。上面部分怎么画呢？上面部分是这样的，通常呢，我们也是以折枝为主，就是画的时候呢，看越来越短嘛，先是长一点的竹竿啊，越来呢，哎，这小竹节它就越来越短，哎，这种形态越来越细，越来越短，这是表现的竹子的尖上啊，竹子的最顶端。再画一个也是一样的，按提，哎，越来越细，越来越短，这是表现的竹子的最尖上，一根竹竿的最尖上越来越细的，哎，是这样去表现。那么三种情况，三种状态都可以呢去应用。那么竹竿画好之后我们还需要画上它的竹节。竹节的话呢，我们来分析它就是一个这个什么呀？就是一个大的点儿呗，是吧？大的这个点儿。那么这个点儿的话呢，我们通常用国画手法去替代的话呢，咱就画的比较简单了，画成这个左右两个点儿就行。看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分开练习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像写一个八字形一样，是吗？八字儿，大家可以进行练习是不是一个八字如果说八字能再连贯上一点，看。能带一点连笔的效果是最好的，这是点竹节的规律。看，哎，这样一点这样一点，点上去之后，是不是显得竹子就更加生动了呀？当然还能怎么点连笔的，这种的也叫竹节点法。看这种的，把它连起来了嘛，也是一样的，左右两边粗一点，中间的提起来细一点，这个就是断开的。哎，这种呢带点连笔了，这种呢直接连上了。哎，大家分开去进行练习这三种竹节呢，点法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运用的。那么一幅作品当中呢，我们主要以其中一种点法为主。比方说这个我是这种的那么我这一幅作品当中我全是这种点法，是吧？就可以了。这些也是一样，看我把它断开的是吗？断开的，哎，都可以进行点。是平常我们练习嘛，练习的话就是把这个竹竿一定要多练一定要多练。那么大家在练的过程中呢，不只是说咱练2张纸就完事儿了，大家根据我们之前讲的这些方法理论，然后呢进行各种各样的练习，包括练的时候呢还能怎么练这个是竖直的是吗？我们当然还可以练成，比方说斜插的，哎，从这儿穿过去，从这儿穿过去，从这儿穿过去是吗？方向也可以产生各种不同，也可以产生各种穿插。那3条穿插也是一样你不要把这些竹节画成一条线上就可以了，看把它错落有致出来，效果它就好看3条竹竿，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点像兰花的感觉对吧？我们学过兰花之后，你再学竹子的时候，它的竹竿的穿插其实和兰花是有点接近的也是像一个根部一样，是吧？从这儿长出去，哎，根部比较聚，周围呢是比较发散的。所以说有些呢一些植物和植物之间一些画
画的方法和画的方法之间呢，它们是有一定的互通性的，这个可以去慢慢的我们去融合它。这个是主感的练习方法，大家呢一定要进行多训练啊，最好呢练上它这个10张8张的啊，像这样的小指练上它10张8张，彻底掌握住主感的画法之后，对后期帮助非常大。好，主感我们讲完之后啊，我们就开始讲讲这个小竹枝啊。小竹枝呢，它是一个附庸在主感上面的啊。小竹枝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老师给大家折的这个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竹枝它是从这儿长出去的，一般呢它是互生的，对吧？这儿长2、3个小竹枝，这儿呢也长2、3个小竹枝啊，一般呢是2个，有时候呢它也会出现3个的，是吗？看，从这儿长出去，从这儿长出去，再往上面又是左边长出去，再往上面又是右面长出去。所以说呢，它不是说这儿长一枝，这儿长一枝啊，从这儿转一圈，不是这样长的。而是说呢，它是有规律的，左边长，右边长，是吗？它是有分布规律的。当然，你这样去看的话，它就不一样了。你这样去看就是左右两边长了。但是这样去看的话呢，它是存在一个前后的变化的。有些竹枝在前面长，有些竹枝呢在后面长，对吧？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怎么去表现这个东西是非常关键的。画的时候注意，它的每个小竹枝啊和主感是不是一样的规律啊？也是一节一节生长的，对吧？也是一节一节生长的。但是咱写意画的手法呢，可以把它画的简单一点，不需要画的这么太刻板啊，这么太刻板就有点太刻意了。咱写意画嘛，以少胜多。那竹枝怎么画呢？注意，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其实呢，只需要记住刚刚讲的规律就可以了。看一个主感，我们先练主感，我们会画了。那么把主感我们先画上去。经过提按的变化，把主感先画上去之后呢，点上竹节，竹节上面呢长竹枝。注意节外生枝这个词儿大家听过吗？就是说的竹枝不要长在这些地方，你不能从这些地方长出去，长在这些地方它就不对了，就是节外生枝了嘛。竹枝长在哪儿？从这儿长出去。那么按理说它的竹枝是这样的分布，是吗？一小节一小节的分布。那我们如果说这样画，显得有点太刻意了。我们怎么画呀？直接运用一些错笔的方法，直接这样画。怎么画上去的？再来演示一下啊！看，按提，是吧？就这样错着方法，错着去画它。哎，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去画它。当然也可以怎么画呀？这种感觉也是可以的。让它有一定的提按，看我们用笔方法是不是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它其实也是存在按提变化的。我们如果说把两边给堵上之后，它也是提按提按的变化，按提按的变化，是不是给它简化了呀？主感我们是每个都有提按变化，竹枝的话呢，我们把它简化了，省去了中间这一个竹节是吧？省去了中间这个。所以说我们画起来要更加快，要更加简便，更加简洁。这是小竹枝的画法。小竹枝注意长的时候，这个竹节从左边，这个竹节就要从右边，在上面一个竹节呢，长的方向也要朝左边，它是对着长的啊，它是互生的啊，不要这儿长一个，这儿长一个，那样画就不对了，也不像了。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竹枝的话呢，一个节上它不仅长一个，有时候呢它是长了2到3个的，是吗？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情况分布下呢，可以再加上一个小竹枝。这边也是一样，我们也可以再加上一个小竹枝。注意啊，这个小竹枝从哪长的？这个叫节外生枝吗？这个不叫节外生枝。如果说没有这一段，从这儿直接长上去叫节外生枝。有了这一小笔，它是从主感后面绕过去的，那你绕过去的之后，它就不算节外生枝了，它是有一定前后变化关系，对吧？全是朝右长的，但是这个小竹枝呢，让它朝左边啊，后面长过去了，这是可以的啊。包括这边也是一样，你说我这边，哎，我画上一个啊，想让它长到右边就可以穿插过去，不想让它长过去，直接全在左边就可以了。这就是小竹枝的画法。那么小竹枝呢，并不需要大家去刻意的练习很多啊，
主要练习方向是主杆，以及呢接下来要讲的竹叶啊。我再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如何去画竹枝。练的时候呢，咱就练的随意一点啊，粗的啊、细的咱都是一样的。看这个是粗竹杆是吗？这是粗竹杆，但是画竹枝的时候咱都是一样的。哎，从这个地方，哎，画上它的小竹枝，这边呢也是一样。注意啊，小竹枝上这是画的啥？这是画的什么呢？这是画的竹枝上的小竹叶子的竹柄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呢，当然它其实是和叶子联系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小竹枝啊，这是一个小竹枝，我们把它折下来一个，把它折下来一个。折下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竹枝是这样长的，对吧？是这样长的，但是呢，它的竹枝上面不是直接长的叶子，而是说呢，还有一个小叶柄。看每个竹枝上啊，它上面还有一些小叶柄，长了这个小叶柄之后呢，上面才长的竹叶，是不是这样啊？对吧？它不是直接在这上面长的叶子，而是说又长了一个小这个小竹柄。所以说我们画的这些小的动作，看画的这些小动作，其实呢就是这些。有些地方呢可能一个节上咱长出去了仨啊，有些地方看是不是长出去的，有些地方长出去俩呀，有些地方呢就长一个啊，有些地方咱就出来一个就可以了，很随意的去画它啊，这些都是很随意去添加，想在哪儿加啊，我们就在哪儿加上这么一两笔都是可以的啊。这是小竹枝的画法，大家可以提前呢先了解一下，先掌握一下，并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练习这个竹枝啊。重点要放在后面，我们要讲一讲啊，如何去练习竹叶。竹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基本功的一个掌握啊，就是你基本功练得到位了，那你竹叶你就能画得好。如果说基本功呢，这个提按能力啊、用笔能力、控墨能力不太到位，那么竹子，那你一定要更加的多去练。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从竹叶开始讲起啊。一片竹叶的形态呢是这样的，一片竹叶它是这样的一个形态。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一个左右两边是比较瘦的，中间呢是比较胖的一个形态，对吧？那我们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参考它的一个用笔形态啊？我们画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左右两边啊，它是细的，所以说我们就提笔去画它，看提笔去画它，中间粗按下去，尖上呢又细，再提笔，是不是这就是一片竹叶啊？啊，左右两边啊，上下两边细，中间粗，这就是一片竹叶。那么大家注意啊，其实这片竹叶呢，它是有非常多的变化的。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会发现前面这块其实呢是比较胖的，后面这块是比较瘦的。有些竹叶呢，我们就可以这样画，看前面按下去，提起来快一点，有这种形态。还有一种呢是这样的形态，这种角度去看的话呢，会发现前面这一段啊是比较胖的，后面这一段反而比较瘦了。那这种怎么画呀？画的时候是提起来，慢慢的按下去，提起来快一点。所以说竹叶的形态呢，其实是分为很多种的。我们一般情况下练的时候呢，练这种正面的它的一个分布规律是，中间这个地方胖啊，左右两边瘦，但是中间这个胖呀，不要画在正中间，最胖的地方你不要画成这样的，画成这样的，对吧？啊，当然我还画不了那种特别，画成这种的就不是那么太好看。中间正好呢，劈开之后，它是上下左右对称的，就显得缺少变化。画的时候呢，可以让它上面稍微胖一点，看，下面稍微瘦一点，这种叶子去练它，对吧？它的一个中心线是在偏上的位置，会更好啊，会更显得有力量感。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大家观察一下竹叶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直的，是吗？有没有发现竹叶其实特别直？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画的用笔啊要直一点，你就直的去练这个叶子就行啊，竖着直，横着直，对吧？往上仰的也直，往下撇的也直，往这边撇的也是直的，直的去画叶子，直的去练叶子，
每片叶子都是很直的去画它，那么竹子的这种力量感，你可以很快速的掌握住。那不要练成什么样？我做一个错误示范，因为我们很多同学呢刚练竹子的时候会犯一个特别重要的错误，就是这样的啊，是不是很多朋友这样画？是吧？刚练竹子的时候经常这样画，哎，还带着弯的感觉，变化挺多，这种感觉是不是软软的啊？它就缺少这种力量感。看这个多有力量感啊，像刀子一样直接能插进去，直接能吃到纸里面去，这种就要软很多了，软的柔的像面条一样了，就不太香了，不好看了，是吧？不一样了。我们练的时候呢，不要这样去练啊，避免这种柔的线条，主要以直线为主。不管是各个方向的，朝这个方向的也是一样，主要以直的为主，对吧？主要以直的为主。大家呢可以进行练习啊，就是说在一张纸上，我们各个方向的是吗，都进行练习。练的时候呢，教大家一个好玩有趣的练习方法，咱就点上一个点儿是吗？哎，点上一个点儿之后呢，练的时候看朝下面的啊，朝这边的啊，朝上面的，再朝这边的，再朝这边的，哎，我们就练呗，各个方向的。是吧？经过这种提按的变化，各个方向的我们都能掌握住了之后，那你的竹叶就已经可以画得非常生动了，对吧？这是一些小的练习技巧啊，大家可以练着玩儿。看，再点上一个点儿，你就在纸上嘛，你就点点儿，按提，不断的练这种按提的变化啊，不断的按提的变化就可以了。可以坐着练，也可以呢站着练都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尖上收笔的动作，看尽量我们收笔呢要尖一点啊，这种状态是最好的，这种状态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有些时候呢，毛笔会散锋啊，我们调了一笔墨，画了好多笔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散锋的状态，对吧？像这种状态，可以呢简单的进行一下回锋，哎，轻轻挑上一下，轻轻挑上一下，那么竹叶呢会变得非常的生动了呀。哎，轻轻挑上一笔会非常的漂亮啊！但是这个调笔的动作呢，大家前期可以先忽略啊，后期的话可以再慢慢的去加上。好，那么练到现在之后，注意，我们竹叶才是刚刚入门的一个阶段，接下来竹叶的分布会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环节，更加重要的一个练习环节。大家把每片竹叶各种方向的能练的直了，能练出提按了。就够了啊。那么接下来，大家把主要精力也要放在后面的一个问题上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去训练的时候呢，主要训练我们的一个竹叶的分布啊。那么关于竹叶分布呢，它是有很强的规律性的。古人呢也总结的非常到位啊，有个字形，有介字形，对吧？有分字形。那么呢，我们主要以个、介、分啊为主，也就是呢3笔竹叶、4笔竹叶和5笔竹叶的练习方法。我们先来讲一讲3笔竹叶。3笔竹叶呢，通常情况下啊，咱们会以这种个字形为主。什么是个字形竹叶呢？就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所有的艺术嘛，其实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大家观察一下真实的竹子，那它有些情况呢，会是很多情况都是这种个字形的，是吗？哎，都是这种个字形的，对吧？都是这种个字形的。那么个字形呢，当然也分为仰叶竹和俯叶竹啊。那么我们先来讲一讲俯叶竹，就是说呢，它是分为一个一个小竹柄上长了3片叶子。那这3片叶子，大家给人感觉是什么形状啊？是不是一个个字的形状啊？所以说，竹叶的分布规律，它会出现一种个字形的形态。左右两边一片，中间一片。我们怎么练呀？练的时候个字形很简单。当你一片竹叶练好之后，那你画个字形，其实呢就是进行竹叶的排布嘛。看中间一笔啊，两边一笔，这就是个字形竹叶练习方法啊，很简单啊。但是要求我们就是每片叶子你都要画的有力量感啊，都要直一点才行。那么还有一些呢，我们来看一下个字形，这是一种分布方法，这种叫个字形吗？哎，这种叫不叫个字形呢？也是个字形，对不对？它只不过分布的规律不太一样了。像有些啊，当然
有些这种形态呢是什么形态？这种形态有没有发现？这种形态它有些叶子它会翘起来一些，长得比较翘一点，它就会形成这种状态。那么这个个字形啊，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个字形是不是就和我们画的这个就很接近了呀？这个就是个字形的不同形态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注意它的个字形分布是有很多规律性的，包括呢，你像我们这样的算不算个字形呢？这样的个字形怎么画呀？这种角度的个字形怎么画呀？它就是看我们这个画一片，这个呢也画一片，这个呢这边长的是吗？所以说艺术的话呢，我们国画艺术它不是说全凭想象或者全是写生，而是说呢对这个生活的高度的提炼。你像古人总结的规律特别有用，个字形它真的就是个字形啊，非常像。你运用这种手法画出来之后，它就是非常接近真实的自然状态啊。所以说个字形大家多进行练习啊。那么怎么练？可以练这样的，可以练这样的，也可以练这样的。分布规律呢，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去分布。我给大家多练习一下，看这样的个字形，两个叶子比较挨在紧一点的，有一片叶子呢挨得比较远。那么还有一些个字形呢是这样的，这两片叶子呢挨得比较近，这一片叶子呢挨得比较远，是吗？这都是个字形啊。还有什么形态？还有像比方说，就是比较正一点的，对吧？比较正一点的个字形也是没问题的。那么还有，比方说全是向下垂的个字形行不行呢？也是可以的，全是向下垂的，一笔、两笔、三笔，是吧？比较规矩的介字形，是吧？这都可以练啊，就是个字形，大家注意多进行训练。那么在画的时候，注意它还有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根据我们观察角度不同，它的叶子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哪怕一片叶子，它也会呈现不同的变化。我们来观察一下，那这个个字形，我们如果说这样去看的话，它每片叶子其实都是非常宽的，对吧？都是非常宽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会出现这种情况，从侧面去看它，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叶子变得细长了呀？甚至说呢，从正侧面去看，它就形成一条线了。所以说呢，这个比较胖呢，这个比较瘦，是吗？它还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同样是个字形，那么它有些叶子会变得很细，就像这个叶子，我们会把它画得非常细，画的呢是它的一个侧面角度。那么练习个字形叶子，就又多了一种变化呀。中间的比较胖正面的，两边的呢是不是可以瘦一点啊？两边是不是可以瘦一点啊？都是个字形是吗？所以说单一个个字形主叶，那么呢它的分布规律就会有很多种，真的是千变万化啊！大家呢可以多进行练习，各种各样的，自己呢进行排布，自己进行组合，这是个字形。多进行训练啊，一定要进行分布，一定要这样分开去练。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就是介字形4笔的竹叶。那4笔的竹叶的话呢，其实3笔的会画了，4笔的也就会画了，因为4笔是在第3笔的基础上添加了1笔。那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啊，前3笔呢基本相同，一个、2个叶子、3个叶子，对不对？第4个叶子怎么办啊？这不就是一个个字吗？第4笔我们再加上1笔，看在这儿再飞出一片叶子，介字形怎么理解呢？看这个不就是一个介字形吗？很明显的一个介字形，是不是这样啊？很明显的一个介字形嘛。我们就艺术嘛，真的是来源于生活的，这就是一个介字形。把这儿堵上之后，它就个字加上1笔就是介字。非常像是吗？非常像介字形。所以说呢，古人给我们总结的规律，一定要熟练的去练习，去应用它才行。介字形，看我们就按着这个去画，它也是没有问题的呀。这个地方来上一片竹叶，这个地方呢再来一片竹叶，这个地方呢又是一片竹叶，这边又是一片竹叶，这就是标准的介字形啊，非常标准，对不对？当然我们在练的时候是可以给它经过艺术加工，经过艺术处理，给它产生更多变化。那打个比方说我们同样的一个介字形，我们给它变化一下，看
形态咱都不变，中间这2片叶子我们画的还是一样的，两边这2片叶子呢画的细一点，这边呢也是一样画的细一点，表现的是什么形态啊？它是一个侧面的形态啊，这叶子呀，这个叶子翻转了一下啊，中间这2片没问题，两边这2片呢翻转了一下，形成一个很细的笔触，是不是发生变化了？同样的角度啊，但是呢却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这就是芥子形。你包括这个芥子形也是一样，你说我想把它画的胖一点啊，能不能转变一下？中间这2笔啊，咱不变。两边这2笔呢，我画的胖一点，它没有侧面的叶子，全是这种正面的叶子，可不可以呢？当然没问题，这都是芥子形。所以说呢，芥子形主叶的分布，它的变化性会更多，变化性会更大啊。那么当然，你像这是比较规矩的芥子形啊，还有一些比较奇葩的，你像这种芥子形，1个、2个、3个、4个，是吧？本来是个字形，这个芥子形啊，这一笔加了一笔啊，往上挑的，哎，就是芥子形了。还有一些，比方说这样的也算芥子形，只不过呢，这片叶子呀向下低垂了，哎，角度发生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是吗？也是芥子形。所以说芥子形的分布呢，它的分布规律啊，建立在个字形基础上的。有些大的，有些小的，有些胖的，有些瘦的。看芥子形比个字形分布变化更多了吧？大家呢也是一样，把芥子形也要进行多训练，也要进行多的练习啊，各种角度的都进行训练。当然，芥子形呢，主要个字形、芥子形这些主要以朝下的叶子为主啊，你不要说全是朝上的，那就不是芥子形了。主要以朝下的为主去练习，各个方向的，比方有朝这边的，有朝这边的，有朝下的，是吗？多进行训练。那么这是4笔画竹叶法，还有一种呢是5笔画竹叶法，也就是我们说的4笔基础上再加1笔，是吗？也是一种练习方法。当然前期呢主要以各界为主啊，这个分字形啊，包括这个5笔的呢，我们可以后期啊创作的时候再应用就行。因为5笔呢，它就是建立在4笔的基础上的，所以说前期啊不以它为主。练的时候呢，大家注意，当你学会了芥子形之后，5笔的就变得很简单了。5笔呢，就是在4笔基础上再加1笔，看，这是一个芥子形，哎，第5笔加哪儿啊？第5笔啊，破一下。第5笔把两边的这个呢给它破除一下，加上一个破笔，是吗？它就是什么呀？5笔竹叶画法。那么当然啊，我们还能怎么破呀？看，当然和你的芥子形是有关系的。你芥子形画的什么样子？哎，第5笔破的时候呢，可以从这儿破，也可以从这儿破，是吗？都可以破的。把两边的这个飞着的翅膀啊破出一边。也是加强对比变化的啊，看还能怎么破？你看这个，哎，很规矩的一个芥子形。我这儿呢，我再给它来上一小笔，就是变成5笔了吧？5笔画叶法是吗？就这么来的啊！1、2、3、4、5啊，3、4、5，这个就这么演变过来的。所以说大家呢不要说，哎呦，那个芥子形、个字形，我这个分不清楚啊，不用分那些，只需要呢记住。3笔、4笔、5笔就行。3笔加1笔就是4笔，4笔再加1笔破笔就是5笔。那么这个竹叶的分布就是这么来的。我们练会了一组之后，看我们现在练的是不是都是一组的呀？当然中间的也可以细，两边的呢也可以粗一点，哎，再加上1笔破的，都是5笔啊。我们现在练的是一组竹叶。那么一组竹叶，我们怎么去变成2组，变成3组呢？接下来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注意，破笔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个小问题啊。破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破成平行的，你要从这儿平行的，它就不好看了。让它有一个交叉，这是第5笔的重要作用。哎，交叉一下，这个胖一点，我们交叉的时候呢瘦一点，
哎，这个长一点，交叉的时候呢就短一点，对吧？这个细一点，我们交叉的时候呢稍微粗一点。总之呢，是在第4笔的基础上给它增加一个变化，增加一个层次就可以了。那么这是单组主页的练习方法，还有呢就是成组的，就是2组、3组怎么去分布呢？这个分布规律呢，其实啊，大家要掌握好构图的原理了。我们可以单独的去简单的先了解一下。等画成幅作品的时候呢，大家主要去把控画面的一个节奏、一个构图就行啊。怎么去练，怎么去画，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一幅竹子作品当中嘛，它的竹枝，看，来练一个小局部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一个小竹枝上，哎，这是它的小竹枝，上面呢长了很多叶子。那大家都知道啊，它的叶子不可能只有一个个子，只有一个叶子，对吧？你看这个上面，它一个小竹枝上可是有好多个好多组的呀。这儿是一个介字，这儿呢是一个个字，这边呢又有两组个字是吗？所以说怎么去表现这个呢？画的时候记住一个规律。认准它，这幅画我想要画成介字的，我全把它画成介字的；我想把它画成个字的，我全把它画成个字的。记住，抓准它，不要一直换。你说我这儿画3笔，我那儿一组画2笔，那儿画4笔就乱了。咱主要以一种为主，比方说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我们主要以介字形为主，那咱每一组竹叶都画4笔，调好墨色。画的时候呢，从哪儿画呀？这个竹叶长在哪儿？竹叶是不是长在这些小的竹柄上啊？哎，长在这些小的竹柄上。画的时候呢，从这个地方长竹柄的地方去长叶子，看1片叶子、2片叶子、3片叶子、4片叶子，是吗？这个地方也是一样，1片叶子、2片叶子、3片、4片。注意，这是2组了啊，这是2组了。第一组我们画的很随意，第二组呢？在这个地方是有所交接的，2组叠加在一起了。现在大家看一下，其实呢，大家如果说没有看到我们这个画的过程，不分析它的话，大家会觉得，哎呦，这画了几笔啊？先画到哪儿，后画到哪儿，搞不明白。其实大家仔细回看这一段，你会发现它无非就是2组介字共同叠加在一起了，形成的目前这样一个趋势。当然，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加。你像这个地方，它又有一个小竹柄。对吧？这儿又有一个小竹柄，我们怎么画呀？这个地方我们再加1组呗，1、2、3、4，是吗？又是1组。3组之后，大家会发现这一块变得很密集了，非常密集了。密集完之后，咱不要管它，这个地方我们再加1组，看，1、2、3、4，又是1组，是吧？注意，这边是3组，这边是1组。这边很密，这边呢，我们就让它保持一定的稀疏状态，不要说这边我画3组，这边我也画3组，那就缺少了变化呀，缺少了层次啊。一个小局部上面，我们也要把控住聚散的这些变化。当然，大家会发现其实很漂亮，虽然咱只画了这么几组，这个小局部其实已经非常美了啊。大家画的时候也是一样。时刻把握住这些聚散关系，时刻把握住这个整体的关系就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加上一些小竹枝、小竹柄，是吗？你像这些地方叶子感觉是飞着的，加上一些小竹枝，哎，也可以呢给它理解成小竹柄。哎，画的稍微长一点的话呢，还能理解成小竹叶，是吗？都是没问题的。后期再进行加工啊，进行刻画。那加工完之后呢，有时候给观者的感觉就看不出你是画了多少组了啊！你像这些地方，你是画的叶子啊，还是画的竹枝啊？这就是后期调整的效果，加一些小竹枝、小竹柄，为的是连接上这些叶子，让它长到竹枝上。但是呢，给观者的感受啊，就又不一样了。观者呢会认为，哟，这是一个小竹叶子吗？哎，产生更多的联想。咱国画就是这样啊，画出来，但是呢，又不把它全画出来，表达一句话又不把它说的那么太清楚啊，这种含糊的美学，哎，这个也是一种美啊，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啊，一个美女全给你看到了，
脸部全看到了，可能就不是那么太美了。有时候的遮挡一半，给人感觉到那种联想感啊，脑补感，会是一种更美的状态。咱画画也是一样，就是审美上面的一些问题啊。哎，这是我们斧叶竹的练习方法，大家呢可以进行分开练习啊。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仰叶竹。仰叶竹呢，其实这个仰叶竹也不需要怎么去分开练啊，因为仰叶竹呢，它就是单组的竹叶啊，那么进行的一个分布。仰叶竹是这样的，就是晴竹。你像我给大家折的这个竹子呢，因为是晴天给大家摘下来的，所以说它的竹子全是向上仰的啊，很多叶子全是向上仰的啊，它不会出现那种刚刚我们练的垂下来的感觉。垂下来感觉呢，它是在雨天下雨的时候，那就是说雨天是什么样呢？它水头太大，然后呢全部把竹叶打弯了啊，就是我们刚刚看打完之后，是不是全是向下垂的这种竹叶啊？就是介字形嘛，个字形，全是向下垂的。那么晴天的竹子呢，它很挺拔，全是向上仰的。那么竹叶呢，全是看似很乱，哎呦，竹子太乱了，太多了，怎么画呀？其实它特别简单，比斧叶竹还简单。它的分布规律无非就是从竹杆上长出小竹枝，竹枝上呢长出小竹柄，从竹柄上长出竹叶，就这么简单。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练习？我们来练习一幅啊。分开练的话呢，大家可以把这个小竹柄啊、小竹枝给它画一画。你看画的时候呢，这个是它的小竹枝，小竹枝上呢有小竹柄，哎，长上一些小竹柄。那竹叶仰叶竹怎么练啊？就是在这些竹柄上面啊长竹叶，竹柄上看一下，竹柄的话呢，它是可以左边长，也可以右边长，也可以中间长，是吗？我们练的时候也是一样，看左边一片叶子，右边一片叶子，中间一片叶子，这就是仰叶竹。有没有发现其实很简单？很多老师会讲的比较复杂，其实呢，你通过写生观察生活之后，你会发现很简单的问题啊。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看啊，有些两边长的，也可以中间长的。就这么简单嘛，两边长的，中间长的就可以了，这就是仰叶竹。当然，有些仰叶竹，你看是不是它是4片的呀？有些是4片叶子，是吗？那4片叶子怎么办啊？就在这儿再加上1片叶子呗，这不就是4片了吗？我这个地方我再加上1片，那有些地方还是5片叶子啊，这样的感觉就是仰叶竹的画法嘛。很简单，其实比斧叶竹要简单多啊！包括呢这个，其实大家都不需要练，你每片叶子练好之后，你都不需要去练仰叶竹，你可以画得非常生动的。那当然，我们再继续，比方说，仰叶竹当然也是分为一些练习方法啊，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总结。哎，它有重人形的，你比方说这个小竹柄上啊，我们这样长出一个小竹柄了，看重人形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左边一笔。右边一片，左边一片，右边一片，那这个是比较基本的仰叶竹形态。重人形怎么理解呢？人字儿是吗？这是一个人字，这是一个人字，所以说啊，它叫重人形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什么情况呢？这样的，看重人形啊，再加上一笔，哎，这是重人形，咱不变，这儿呢又加了一笔，中间这个叶子嘛。中间这儿有时候会长一个叶子，所以说重人再加一笔，这也是一种分布规律，很简单，就是多加了一笔啊，没有那么复杂。那么还有一种形态呢，就是重人形啊，它会呈现出更多的变化。那比方说重人形呢，哎，它不是说变化这么单调，它可以呢，这是一个小竹柄，这边2片竹叶，这边的竹叶呢。我发生了变化，不是那么太规矩了。这边的竹叶呢，我也不是那么太规矩了，发生了变化。你说这个叫重人吗？也是叫重人吧，只不过它的角度，看这个就是角度发生了变化，这个角度呢向上撇了一下，它还是重人形，只不过呢给人感觉好像变了，实际上呢它就是这个的变种嘛。你说中间这片叶子我再加上去行吗？没问题啊，我这儿再加1片小竹叶。这不就是和这个一样吗？只是角度发生了变化而已，对吧？角度发生了变化，我这样就包括重人形，这是一种，还有就是个字形也是一样，左边一笔，右边一笔，中间这儿一笔，很像是吗？我如果说发生变化之后，哎，这个角度它是什么样的呀？这个角度它就不一样了呀。同样是
一组，这边它是一片啊，这边呢，这边是一片啊，这边呢可能还有一片，也是一样的。如果说这个小柄比较长，左右两边还有2片叶子，那我可以再加上2片嘛，就是这么来的啊。养叶竹就是这么来的，它结构的规律性其实很简单。大家呢就是说了解一下，也可以呢进行一些简单的训练啊。当然练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只练这个朝右的、朝左的，大家也要练习，因为一幅作品当中呢会有这种朝左的感觉，哎，这个地方一片，这个地方一片，哎，这个地方一片，哎，这个地方一片，哎，朝左边的也要练习，朝右的、朝左的、朝上的都要进行训练，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练习一幅成幅作品啊，就是说，真正把这个基本功练好之后，那么画成幅竹子作品的时候呢，其实特别简单的一个事儿啊，因为竹子，它就是这么点东西，它主要是训练我们的一个控笔能力，以及呢穿插能力，对吧？以及布局能力，把这些。每个竹叶掌握住之后啊，运用我们之前所学的一些这个分布啊、构图啊等等，可以很轻松画出来的。那我们就练习一个简单的，好不好？之后我们再慢慢加深难度。练的时候呢，咱就画一颗竹竿。看这个地方，我从这儿啊长出这一颗竹竿，比较粗的竹子是吧？一个粗竹竿，粗竹竿完了之后呢，点上它的小竹节。点上它的小竹节。注意练的时候不要太慢，行笔速度要跟上。太慢，你说我慢悠悠的去描它行吗？不要描。行笔速度要有快有慢，有些地方看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跟着自己心情去画。有时候呢出现少量的飞白都是非常漂亮的，一点都不出现不好看，出现的太多也不好看，一点都不出现。没有行笔快慢，全太慢了，飞白太多，证明你行笔速度太快了，或者是呢你的笔上水分太少了，干湿要有度啊，出来效果才好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画呗，比方说从这儿我们来画上一个竹枝啊，长出一个竹枝，运用这种提按的变化、提按的手法。这边呢我们也画上一个小竹枝，小竹枝上有这些小的竹柄，小竹柄上面朝上长的小竹柄为多，朝下长的小竹柄呢让它少一点。这个地方感觉还不够啊，这儿呢我再加上一个小竹柄，对吧？这个从右，这个小竹枝要从左嘛，啊，上面的话你说还用画吗？也能画，咱也可以忽略掉不画，因为有时候竹子啊，它这个小竹枝被风给折断了，或者被人为的给折断了，它就不长了。我们画的时候呢，根据画面情况去分布，可以长，也可以呢就把它忽略掉就可以了啊，不一定每个竹节都长，每个竹节都长显得就有点就是太过于写实了，根据自己感情去分布它就行，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进行竹叶的分布嘛，这个主要以墨色为主啊，主要以浓墨为主。咱们刚开始练墨法上面可以不是那么太讲究啊，但是笔法上面一定要到位。调墨的时候呢，参考一个规律，笔尖墨色重，笔肚呢墨色浅就够了。我们可以以介字形为主啊，看1个啊，2个、3个、4个，这一组嘛，一组画好之后，继续画第二组，从这儿呢再长一组。这又是第二组了，第二组还不够啊，我这儿再长一组，看1、2、3、4，3组竹叶，基本上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很密集的一个趋势，疏密变化嘛。这个地方我再加上一小组行不行？看，再加一小组，这儿呢我再加一个，小一点的，有大的，有小的，有些组很小，有些组呢很大啊。有些组呢这边很多，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画的少一点，看1、2、3、4，画少一点。上面的话呢可以偶尔的出现那么一小组就够了啊。这边
以小的、以少的为主，这边呢以多的为主，那么它就存在一个聚散的变化，多少的变化，感觉呢还不够，这边呢我们再加上一小组看，就可以了啊。有上面很多，下面很少，它更出现了一个层次感嘛，最多的、最少的、中间层次的。这个时候你说我感觉还是有点不足啊，我再加上一些淡墨行吗？调一个淡墨，不要这么浓的墨色了，加一个浅一点的，再给它加上一个层次的变化。层次变化注意加的时候不要随便乱加，加的时候呢尽量以辅助为主，就是说我们这个画已经画成这样了，这个地方它是比较密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在密的地方再加上一组。密的让它更密，稀疏的地方呢千万不要动，密的更密，稀疏的更稀疏，疏密才能拉开差距嘛。如果说你把这个地儿也加上一些，加的多了之后，画面就平了，就板了，反而就不生动了。就可以了嘛。这就是一张小竹子作品，很简单的，但是呢每一笔每一画却都蕴含着这种力量感。大家练习竹子也是一样，先从简单的小画开始练完了之后呢，再把这个画面加大。小作品，如果说你能把竹叶分布出这种聚散分布好，那么大画呢，无非它就是变得更加复杂一点。由简单到难，这样去训练再把这个画呢提个字儿提字可以选择提在这边。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幅小作品呢就完成了。大家呢这节课主要进行分解练习主要把每个细节都把控准，竹杆竹叶以及呢腐叶竹的各种变化3笔的、4笔的、5笔的分开练习完了之后呢，再进行一些简单的这个一组的处理，处理完之后就可以尝试这样的一些小作品的一些创作了当然，大家创作的时候呢，可以画我们课上的，也可以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搭配去画，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朝左边一竹枝，我朝右边长的，我朝左边长行不行或者是我这个竹杆，我从上往下画垂下来的一个竹子，悬崖上长了一个竹子，往下垂着的行不行都是可以的就创作嘛，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创作就可以了。好，这节课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